歡迎來到本期的美股坐標系。今天我要跟你聊一家公司，它去年營收超過4400億美元，低於沃爾瑪，高於蘋果。它是美國最大的私人健康保險公司，市場份額大約16%，也就是說，全美每6個有私人保險的人裡，就有1個可能在它的體系裡。但過去1年，它經歷了罕見的輿論和監管衝擊 ，CEO 遇刺，股價劇烈波動，國會和媒體持續關注。今天的主角就是聯合健康，它到底是怎麼賺錢的？很多人對保險公司的印象是收保費、賠錢，差價就是利潤。聯合健康也是這個邏輯，但它走得更遠，更系統化。聯合健康旗下有2個核心業務板塊，第一個叫 United Healthcare， 就是保險本身，雇主團體險、個人險、政府醫療項目，比如 Medicare Advantage 和 Medicaid。第二個板塊叫 Optum， 這是一個醫療服務和數據技術平台，包括藥房福利管理、醫療分析以及直接經營的診所和手術中心。這2個板塊合在一起，構成了它真正的護城河邏輯。我來解釋一下這個邏輯鏈。你作為雇主買了聯合健康的團體保險，你的員工生病了，去看醫生，可能去的是 Optum 旗下的診所，用的是 Optum 旗下的藥房福利管理系統來配藥。醫院結算的數據走的是 Optum 的數據平台。聯合健康在保險端收了你的保費，在服務端又參與了一遍。這不是簡單的2頭收費，而是一個閉環。它把醫療數據、支付流程、診療網絡全部握在手裡，理論上可以更精準地控制成本，提高效率。這是他對投資者一直講的故事。但這個故事有一個你必須知道的另一面，我們後面會講。先說結構，聯合健康能做到今天的規模，背後有幾個很現實的壁壘。第一，網絡壁壘，它在全美構建了龐大的醫院和醫生合同網絡。你作為雇主要買保險，你需要一個覆蓋範圍夠廣、員工去哪兒都能用的網絡。這種網絡不是1-2年建起來的，競爭對手要複製，門檻極高。第二，規模優勢，保險這個行業規模越大，對醫院的議價能力越強。聯合健康因為覆蓋的人口基數最大，它和醫院談判時候的籌碼是小保險公司根本沒有的。這也是為什麼保險行業天然走向寡頭。第三，數據優勢。Optum 手裡有全美最龐大的醫療數據庫之一，在醫療 AI 和精算定價的時代，這是很難被短期趕上的。第四，政策鎖定 Medicare Advantage 這個業務，也就是政府給65歲以上老人的聯邦醫保，外包給私人保險公司運營。聯合健康是市場份額最大的玩家之一，這塊業務的合同是長期的，政府要換供應商，行政摩擦極大。這些壁壘是真實存在的。但接下來我要說一些市場上不太被主流討論的部分。理賠爭議，這才是真正的輿論引爆點。2024年12月4日，聯合健康的 CEO Brian Thompson 在紐約街頭被槍殺。這件事引發了全美範圍內對健康保險行業前所未有的公眾憤怒。你可能以為憤怒來自於這場謀殺本身，但實際上那種憤怒早就積累了很久。這件事只是把蓋子揭開了。事件之後，大量美國人開始在網上公開講述他們的醫療理賠被拒絕的經歷。你的保險公司拒絕支付化療，拒絕支付手術，拒絕支付某種藥物，然後你要花幾週甚至幾個月去申訴。而在這段時間裡，你的病可能已經拖嚴重了。這裡我要特別說明一點，網上流傳過一些具體的拒賠率數字，但這些數字的口徑各不相同，不同項目、不同年份的統計方式差異很大，很難直接拿來做結論。我不想在這裡引用一個有爭議的單一數據，然後把它當成事實講給你聽。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聯合健康長期以來在理賠拒絕這件事上承受着比同行更大的輿論壓力，規模最大，爭議也最集中。與此相關的是一個叫 NHPredict 的 AI 工具，有訴訟指控聯合健康使用這個工具來輔助判斷某些康復護理的醫療請求，導致批量拒賠，尤其集中在老年醫保項目裡。這個訴訟目前仍在推進，法院還在要求公司披露更多信息，事情的全貌還沒有定論，但它已經成為國會和媒體關注的焦點之一。我講這些不是在道德審判這家公司，我講這些是因為這件事的走向是聯合健康未來幾年最大的政策風險之一。政策風險比你想的更複雜。
聯合健康目前面臨的監管和政治壓力來自兩個方向，而且這兩個方向在某種意義上是相互矛盾的，這是這家公司現在處境最微妙的地方。第一個方向，國會和公眾對保險公司理賠行為的關注和立法壓力。Thompson 遇刺之後，國會兩黨都有議員開始呼籲對健康保險公司的理賠拒絕行為立法規範。如果未來出台法規，要求保險公司降低拒絕率或者縮短申訴流程，那聯合健康的成本結構會受到直接衝擊。第二個方向 ，Medicare Advantage 的報銷費率問題。聯邦政府每年會設定 Medicare Advantage 項目向保險公司支付的基準費率。近幾年，這個費率的調整一直讓保險公司承壓，理由是老年人的實際就醫成本上升，但政府給的錢跟不上。公司在2025年業績和2026年展望中明確提到，醫療成本上升、醫保費率和藥價政策壓力是當前最主要的盈利變量。這兩個方向放在一起，就是一方面可能被要求多賠錢，另一方面政府給的錢又在收緊，中間夾着的是聯合健康的利潤空間。但這裡有一個反直覺的邏輯我要說，正是因為聯合健康太大了，政府其實很難真的動它。美國的 Medicare Advantage 項目有将近一半的受益人都在私人保險公司那裡，聯合健康一家就承接了其中相當大的比例。如果聯邦政府把費率壓得太低，聯合健康退出某些州的市場，這在歷史上出現過，那將是政治災難，因為老年選民的醫保會出問題。這是一種變相的大而不倒邏輯，不是銀行意義上的，而是政治意義上的。很多人談聯合健康，把重點放在保險業務上，但我認為真正值得花時間理解的是 Optum。Optum 已經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高價值業務板塊，它的戰略意義在於，它讓聯合健康不只是一家保險公司。Optum Health 直接經營診所和醫療中心，給病人提供診療服務。這部分是聯合健康在向上游整合，它不只是付錢給醫院，它自己就是醫院。Optum Rx 藥房福利管理，簡單說就是替雇主和保險公司管理員工的用藥方案，跟藥廠談價格，決定哪些藥進目錄，哪些不進。這是一個利潤相當豐厚的中間商角色。Optum Insight 數據和技術平台給醫院、政府、其他保險公司提供醫療分析和運營工具。這三塊業務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客戶有一部分恰恰是聯合健康自己的競爭對手。你作為一家小保險公司，可能也在用 Optum 的數據平台。這是一個很奇特的商業生態，它既是同行也是供應商。這種生態的價值在於 Optum 的業務是相對穩定的，不像保險業務受醫療成本波動影響那麼直接。當保險端利潤受壓時， Optum 是一個緩衝器，但它同時也是一個反壟斷風險點。有批評者指出，聯合健康通過 Optum 同時掌握支付方和服務方，這種垂直整合是否構成對醫療市場的不當控制，是有待監管機構回答的問題。這個訴訟風險是真實存在的，只是時間表不確定。要理解聯合健康現在的處境，你需要把過去一年的事件順序搞清楚，因為市场往往把這些混在一起講，實際上它們是三件性質不同的事，只是恰好疊加在了一起。2024年12月4日 ，Brian Thompson 遇刺，這是輿論的引爆點，但它本身不是公司基本面的事件，它是一個政治和社會事件，把此前積累的公眾對健康保險行業的不滿集中引爆。到2025年4月，公司的股價和業績開始因醫療成本壓力明顯承壓，市場對公司盈利能力的預期開始重新定價，這才是真正涉及基本面的轉折。2025年5月13日 ，Andrew Witty 以個人原因辭去 CEO 職務 ，Stephen Hemsley 公司的前任 CEO 也是把聯合健康帶到今天規模的核心人物，回歸出任 CEO。這個時間線很重要，不是 CEO 被殺之後股價暴跌那麼簡單的線性因果，而是三個不同性質的衝擊在同一個時間窗口裡疊加，造成了聯合健康歷史上最難熬的18個月。Hemsley 在2006年到2017年擔任 CEO 期間，是聯合健康快速擴張和 Optum 版圖搭建的主要推手。他回來，某種意義上說明董事會認為公司現在需要的不是顛覆，而是穩住。但穩住在現在這個監管和輿論環境下本身就是挑戰，因為穩住的代價可能是主動做一些改變來平息政治壓力，
比如在理賠透明度上做出姿態，或者調整 Medicare Advantage 策略。這些調整是否會帶來短期的業績波動，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Hemsley 的回歸也是一個信號。這個公司目前的首要任務不是講新故事，而是守住現有的商業邏輯，同時在監管和輿論的圍困裡找到一條出路。市場現在怎麼定價這家公司？聯合健康的股價從2024年的高點經歷了大幅下跌。對於一家長期被市場視為防禦型藍籌股的公司來說，這個波動幅度是很不尋常的。主流市場的解釋是，醫療成本率上升壓縮了保險利潤 ，Medicare Advantage 的費率壓力，加上輿論風險和監管不確定性，3個負面疊加，導致估值重新定價。但我想提一個市場不太討論的角度，聯合健康在過去10多年是一個被機構投資者當作穩定增長的複合機器來持有的股票，每年利潤增長，每年回購，每年分紅提升。這種定價邏輯建立在一個假設上，這家公司的商業模式不會受到根本性挑戰。而2024年到2025年發生的一切，某種意義上是市場開始為那個假設打折扣。問題不是聯合健康會不會消失，而是它的未来增長率是否還能支撐過去那種估值溢價。這裡有一個有意思的矛盾，它的規模是優勢，但規模帶來的政治風險正在成為折價因素，越大越顯眼，越顯眼越成為靶子。你真正需要想清楚的問題，對於聯合健康這只股票，持有者應該考慮3個問題。第一個問題， Medicare Advantage 的增長故事還能走多遠？這個項目在過去10年是整個保險行業的增長引擎，老齡化人口持續湧入，聯合健康從中受益極大。但隨着這個項目的規模越來越大，政府的財政壓力越來越明顯，費率調整的空間會越來越小。這個增長引擎還能以過去的速度轉多久？第二個問題， Optum 的垂直整合監管邊界在哪裡？目前沒有明確的法律裁定說聯合健康的垂直整合違法，但這不代表不會有。歷史上，大型企業被拆分或被要求剝離業務的案例，往往是在社會輿論和政治環境都轉向之後才發生的。現在的環境是不是已經開始轉向？第三個問題， NHPredict 訴訟的最終走向是什麼？這個案子還在推進，法院要求披露的信息還沒有完全公開。如果最終的裁定認定公司存在系統性的不當拒賠，那對它的監管處理方式、賠償規模以及未來的經營模式都會產生實質影響。聯合健康是一家你不能簡單用好公司或壞公司來定義的企業，它的商業模式有真實的競爭優勢，也有真實的結構性爭議。它面臨的風險不來自某一個季度的財報，而來自美國人對醫療系統本身的積累性不滿，以及這種不滿遲早要轉化成的政策壓力。它能不能穿越這個週期，取決於它能不能在足夠賺錢和不被徹底政治化之間找到一條路。這是一個在商業上沒有教科書答案的問題，但這正是它有意思的地方。就我個人而言，对於這只股票還是持積極態度的。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我是美股坐標系，我們下期見。